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参加高中同学聚会，我开了辆国产汽车。抵达酒店时，同学们已经差不多快到齐了，他们都混得不错，不是奔驰就是宝马，还有辆黑色劳斯莱斯。我刚从车上下来，一名记不清名字的女同学满脸嫌弃地看着我：“哟，这不是咱们班的学习委员吗？怎么毕业混成这样了，还开国产汽车？”吃饭的时候，大家也都纷纷向劳斯莱斯车主敬酒，唯独把我冷落在一旁。只有班长举着酒杯坐在我身旁，安慰道：“没事，虽然你的车不如他们，但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你也能开上豪车。”我嘴角不自觉微微上扬，小声道：“我这辆可不是普通的国产车，它的名字叫红旗 S9。”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要不是班长一次又一次给我发消息，我根本没时间参加同学聚会。看在老同学的情谊，我推掉了一个重要会议，才抽出1个小时的空闲时间。可没想到，饭桌上根本没有一个人回忆青春，全是吹嘘和恭维。我不喜欢这样的氛围，起身准备告辞。班长见状，立马伸手把我拦了下来：“小沈啊，开国产车也没什么丢人的，你先别着急走啊。”我刚要开口，之前嘲讽我的那名女同学轻蔑地瞥了我一眼：“就是，咱们同学这么多年没见了，你难道不想跟大家叙叙旧吗？不过看样子大家好像都太不愿意跟你说话呢。”说到最后，女同学直接大笑起来。我抬头看了她一眼，冷冷开口：“不必了，我这次来是给班长面子，以后像这种无聊的聚会就不用叫我了。”我话音刚落，被众星拱月围在中间的王鹏突然站了起来：“沈仲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我们不配跟你吃饭吗？”王鹏的话明显故意篡改了我的意思，可周围的人却并不这么想。哎呦喂，开个破国产车看不起谁呢？来之前我还以为我们班的学习委员有多了不起呢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吗？读书的时候成绩好有个屁用，毕业之后还不是只能当个公务员。公务员，他说的也没毛病，国家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可以统称为公务员。沈仲，我看你就是觉得大家冷落了你，你不好意思再待在这了。这人嘛，本来就分3、6、9等，你学习成绩好再好又有什么用？到最后还不是只能考个小小的公务员。我只不过想要赶紧离开这个地方，没想到因为王鹏的一句话引起了公愤。诸位，今天实在抱歉，我等会还有个重要的会议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今天这顿饭算我的，要吃什么喝什么你们随意，到时候你们让饭店把发票给我就行。我伸手刚要去拿衣服，一个妖娆的身影挡在我面前：“哟，没钱装什么大款啊？这顿饭少说也得好几万，你那点工资付得起吗？”她穿着一身火红色的旗袍，口红的颜色也格外艳丽，只是她身上的香水味实在太浓了，我忍不住连续打好几个喷嚏。“沈仲，你这眼神什么意思？你不记得我了？”我仔细打量她一番后摇了摇头：“实在不好意思，最近几年见得人实在太多了，有些脸盲。事实上，我压根认不出来眼前的人是谁。”他轻挑了下眉毛，嗤笑一声道：“沈仲，少跟我玩欲擒故纵这一套，你高中可追了我整整3年。”他刚说完，我脑海中立马浮现出一道熟悉的身影，但眼前这个女人跟她高中时期相比，也差得太远了吧？我小心翼翼看着她：“你该不会是陈圆圆吧？”听到我喊出她的名字，
女人立马摆出一副得意的模样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没把我忘了呀？话说到一半，他突然话锋一转，不过我可得提醒你，别对我动什么歪主意。我现在已经订婚了，我的未婚夫正是王鹏。王鹏这个名字有点熟悉，好像门口那辆劳斯莱斯就是他的。不过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会议室里还有人，一大群人等着我开会呢，再不走就要迟到了。见我不说话，陈圆圆用她那涂满指甲油的玉手拍了拍我的肩膀。公务员工资低，要不你来给我老公开车吧，我让他每个月给你1万块钱，怎么样？比你拿那点死工资强多了。他话音刚落，众人顿时哄堂大笑。我不理解，为什么这些人非要靠羞辱别人来抬高自己？这样的同学聚会，我再也不会来第2次。我并没有理会陈圆圆对我的嘲讽，自顾拿起外套穿在身上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就让开，我还有事要忙。我刚没走几步，坐在我对面的王鹏猛地拍了下桌子，门外瞬间涌进来10几名身材魁梧的黑衣男子。我注意到他们胸前的名牌，王氏集团，京海市赫赫有名的龙头企业。王鹏把杯中的酒一口干掉，打了个嗝。沈重，我同意你走了吗？我不由自主地把眼睛眯了起来，腿长在我身上。我想去哪儿，需要跟你汇报吗？王鹏听完我的话，顿时笑开了花。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，也不看看这里是谁的地盘，整个饭店都是我家开的，你说需不需要跟我汇报？今天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可能走得出这个大门。班长察觉到气氛有些尴尬，立马站出来说了些场面话。哎呀，两位消消气，咱们都是10几年的老同学了，别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嘛。话说到一半，班长突然把头转向我。沈重，你说你也是，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，你怎么能提前离场呢？赶紧坐回去，咱们大家一起喝一杯，好好叙叙旧。我知道班长是在替我解围，但我的时间真的不多了，抱歉。班长，扫了同学们的兴致，确实是我不对，但我是真的有事。办公室有一大堆人等着我回去开会呢。我话才刚说出口，王鹏立马就摔了杯子。沈重，你别在这跟我装逼，你不过是一个小小公务员，你需要开什么会？还说什么一大群人等着你？咋了？你还真把自己当领导了是吧？我给你面子说你是公务员，不给你面子，你就是一个臭打工的，听明白了吗？我正要反驳，班长连忙拉着我的手，小声劝阻。小沈啊，我劝你还是赶紧跟王鹏道个歉吧。王家在京海当地可是龙头企业，你要是把他给得罪了，恐怕是会丢了饭碗啊。该忍的时候，咱们还是忍一忍吧。王鹏能让我丢工作，我要不是今天没喝酒，都以为自己是不是喝醉了。以我现在的等级来说，要罢免我的职位，除非是高层直接下达红头文件，否则哪怕他王家富可敌国，也不可能对我造成任何影响。我轻轻拍了下班长的手背，示意他不用担心。王鹏，如果你是因为我曾经喜欢过你的未婚妻才对我产生了敌意，那我现在可以明确告诉你，我现在对陈圆圆根本没有丝毫兴趣。我建议你还是别把精力发在我身上，我跟你不是一路人。我本来是想借这次聚会的机会把话说清楚，跟王鹏解除误会，可不曾想这人脑子根本转不过来弯。他双眼猩红地盯着我。沈重，听你的口气，我还捡了个大便宜了。我的未婚妻是你沈重都看不上的女人是吧？还有什么叫你跟我不是一路人？京海遍地都是我们家的产业，你算个球啊！王鹏刚一说完，
陈圆圆立马站出来附和：“沈重，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觉得现在的我已经配不上你了，是吗？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，哪儿也去不了。虽然我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，但为了给他们二人留点面子，话刚到嘴边，又被硬生生我憋了回去。我现在没工夫跟你们闲聊，赶紧让你的人把门打开。”面对王鹏的一次又一次挑衅，我非但没有生气，反倒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。毕竟今天是同学聚会，我不想闹得不愉快。可还没等我走几步，王鹏的保镖就把我牢牢控制住。王鹏气焰嚣张地走到我跟前，用力拍打我的脸。我看你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是吧？你也不打听打听这家酒店姓什么？读书的时候，你不是挺喜欢爱打小报告的吗？现在我给你时间打电话，我倒要看看离开了学校还有没有人来帮你。我咬牙切齿地盯着他。王鹏，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上学的时候你不学无术，不是打架就是逃课。我告诉老师，那是为了你好。现在你已经成年了，做事之前记得考虑后果。王鹏听完我的话，目光扫了一圈在场的同学，你们刚才都听到了吧？他说让我考虑后果，哈哈哈哈哈！姓沈的，老子今天就算把你废了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你还真拿学习委员当干部啊？出门前也不打听打听王家在京海的分量。我缓缓抬起头，强忍着心中的怒火。王鹏，你听没听过一句话叫做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有些人是你得罪不起的。我劝你还是赶紧把我放开，否则到时候后悔的人是你，而不是我。话音刚落，王鹏嗤笑了一声，你说什么？我得罪不起你？我告诉你，沈重，在京海这个地方，我还真就没遇到过对手。就你一个小小的公务员，弄你就跟弄死只蚂蚁一样简单。周围的同学听完方鹏的话，对着我又是一顿嘲笑。只有一旁的班长急得不行，小沈啊，你还是给方鹏道个歉吧，咱们都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斗不过他的。王家这些年在京海遍地开花，涉及各行各业，你如果把他给得罪了，恐怕今后的路就不好走了。我失望地看着眼前一张张曾经无比熟悉的脸庞，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同学情谊吗？我只不过因为有事要提前离开，却被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，说我穷也好，说我开国产车也罢，我压根没放在心上，可居然还有人要动手打我，这难道就是有钱人的做派？我从小学习成绩就名列年级前茅，但我却从来不惹是生非，哪怕有人偶尔挑衅我一下，我也只是一笑而过。但我没想到，我平时谦虚的态度却成了对方嚣张的资本。王鹏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怂了，从兜里掏出一叠红色钞票，沈重，这里有10万块钱，只要你从我胯下钻过去，这钱就归你了。之前的事，咱们就一笔勾销。你开着你那辆小破车从我眼前消失，但如果你不肯钻，那不好意思，这钱就当作是你的医药费吧。我眼神逐渐凌冽起来。王鹏，我看你真的是在找死。你知道你拦的人是谁吗？王鹏听完我的话，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更加猖狂。你不就是帮领导拎包的跑腿一个？你还能有什么身份？看到门外停的那辆劳斯莱斯了吗？上面随便一块车漆都够买你一整辆车。我听完他的话，哭笑得不得。那可是红旗 S9啊，普通的公务员别说开了，连见都见不到。平日里我开着这辆车，不管到哪儿都有人接待，怎么到了他嘴里就被贬得一文不值呢？无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有些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闯了大祸。
王鹏话音刚落，包厢里瞬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。那些马屁精们一边鼓掌，还一边附和道：“王总牛逼，年纪轻轻就开上了千万级别的豪车，简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”对，没错，能跟王总这样的人当同学，可真是三生有幸啊！沈重，还不赶紧跪下来跟王总道歉？10万块钱都够得上你1年的工资了。狗腿子们越说越激动，王鹏也在一阵吹捧声中逐渐得意忘形起来。他享受着众星拱月般快感的同时，还不忘侮辱我。沈重，别不说话呀！刚才你不是挺牛逼的吗？怎么这会装上哑巴了？说着，他抬手指向窗外。你今天要是不肯跟我磕头认错，信不信我把你车砸了？我拳头不自觉捏紧，不紧不慢地从嘴里吐出3个字：我不信。王鹏没想到我居然还这么硬气，表情逐渐狰狞起来。思考片刻过后，他直接大手一挥：都跟我出去！我今天就让同学们看看我是怎么把你的车砸个稀巴烂！吃瓜不嫌事大的马屁精们立马高声附和。王哥威武！王鹏带头走在最前面，等人到齐之后，他默默点了根烟，随即指着眼前的红旗大喊：给我砸！随着王鹏一声令下，保镖一拥而上，噼里啪啦一阵声响过后，一名保镖小跑过来：王老板，兄弟们砸了半天，可是这车根本砸不坏呀！王鹏听完，先是愣了一下，随后接过保镖手中的铁棍，大步向前，1下、2下、3下，王鹏连续挥了几十下，车身除了掉了点漆之外，其他部位根本毫发无伤。就在王鹏砸车的这段时间，我兜里的电话响个不停，最后我实在没办法，只好偷偷接了起来。喂，我这里遇到点事情，恐怕一时半会回不来了，你在群里通知一下，把会议地址改到京海大酒店。对，就是王氏集团旗下的酒店，你把人都带过来吧。我刚挂断电话，王鹏气喘吁吁朝我走来。沈重，你这破车里面装了钢筋吧？手都给老子震麻了。我勾了勾唇角，强忍着笑意。钢筋有没有我不知道，但它防弹倒是真的。对了，我觉得有必要通知你一声，你砸的这辆车它的名字叫红旗 S9， 可一点也不比你那辆劳斯莱斯便宜。王鹏听完我的话后，依旧还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。你他妈少唬我，不就是一辆破国产车吗？我不信它能有这么贵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围观人群中不知谁高喊了一声：你们快看！众人闻言纷纷转过头，10几辆挂着军用牌照的皮卡浩浩荡荡朝我这边驶来。王鹏立马放下了手中的棍子，笑脸相迎：各位领导大驾光临，怎么也不说提前说一声，我好让人准备啊。这时一个英姿挺拔的军官缓缓走了过来，赶紧找人安排个包厢，我们领导要在这开会。其他人见状立马背手站在原地，乖巧的像小学生一样，只有我默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王鹏见状连忙出声呵斥：姓沈的，赶紧让开！没听到人家说什么吗？我不紧不慢往前走了几步，听到了，领导要在这开会。王鹏急得大喊：那你还不赶紧滚开！你要作死，别拉着我一起作死！我忍不住笑出了声。我要走了，谁来给他们开会？这时站在最前面的那名军官一路小跑到我面前：特派员同志，我没来晚吧？我看向一旁面色苍白的王鹏：不算晚，时间刚刚好。见此情形，周围的人群里顿时炸开了锅。你们刚才听到那人叫沈重什么了吗？如果我耳朵没出问题的话，
我好像听到那人叫他特派员。不会吧？军官站在沈仲面前都客客气气，那沈仲他该不会？人群中的讨论声越大，王鹏的脸色越白。我不动声色往前踏出一步。王明国，你们京海市的人胆子可真够大的呀，连军车都敢砸。什么？我话音刚落，王明国立马注意到停在一旁的红旗。虽然从远处看上去整个车身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满地的车漆还是说明了他刚经历过一场浩劫。军官连忙朝我敬了个军礼：“特派员同志，请您放心，这件事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。”我大手一挥：“不用调查了，砸我车的人正好就在现场。”王鹏道我的话之后，小心翼翼地站了出来：“那个领导，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个人是我高中学生，他怎么可能是什么特派员呢？而且我们这里全是沈仲的高中同学，从来也没有人提起过。”王鹏此刻心里还存有一丝侥幸，在他眼里，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公务人员，拿着少得可怜的工资，每天负责帮领导拎包、开车。事实上，从国防大学毕业之后，我就一直留在部队。要不是这次首长派我出来执行任务，再加上班长再三邀请，我才勉强挤出时间来参加这次同学聚会。王明国上下打量了王鹏一番，反手就扇了他一个巴掌：“你胆子还真够大的，连军区领导的车都敢砸，不要命了！”还没等王鹏反应过来，他又接着开口：“哪辆车是你的？”王鹏哆哆嗦嗦指向不远处的劳斯莱斯。还没等王鹏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王明国直接大手一挥，把他砸了。随着一声令下，皮卡车下来的士兵全部集结完毕。不到5分钟，王鹏那辆劳斯莱斯就被砸得面目全非。“停手！赶紧停手啊！这车我才刚买没多久啊！”王鹏试图想上前阻拦，王明国立马将其拦下：“我警告你，你如果再敢动一下，直接军法处置。”王鹏上一秒还在吹嘘自己的豪车，下一秒就亲眼看着他被人砸了个稀巴烂，估计这回他想死的心都有了。他陪着个笑脸：“同志，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要不我赔你们1辆新的怎么样？1辆不行，我赔你们10辆。你能不能让他们停手，别再砸了？我爸是王建民，能不能给个面子？这件事就算了吧。”王明国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：“王建民又是谁？我不认识。”我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，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：“王鹏啊，王鹏，你可真是糊涂啊！你爸就算是天王老子，今天这车他该被砸也得被砸。”话音刚落，王鹏脸色瞬间垮了下来：“沈仲，你他妈别得寸进尺！我都答应赔偿了，你怎么还不依不饶？难道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况且我们俩曾经还是高中同学，你真的就一点情面都不给吗？好一个得饶人处且饶人！”我忍不住问他：“那我问你，当初你拦我的时候，你怎么不说得饶人处且饶人？你砸我车的时候，怎么不念我们之间的同学情谊？王鹏啊，王鹏，像你这种狗眼看人低的纨绔子弟，根本就不配当我的同学。”王鹏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愣在原地。就在我和他说话的功夫，方明国走了过来：“特派员同志，车砸得差不多了，还需要我做些什么？”我微笑着看向已经汗流浃背的王鹏：“把他爹也叫过来吧，毕竟砸了别人的车，该赔还是得赔。”王鹏一听我居然要打电话给他爸，瞬间又复活过来：“好好好，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，我倒要看看我爸来了之后，你还敢不敢这么硬气？我见过不少头铁的富二代，
但像张鹏这么头铁的还从来没见过。他不会真觉得他那个当了几天首富的爹能替他撑腰吧？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，那这京海的首富恐怕就得改姓了。王鹏这会还不知道自己得罪的人是谁，当着我的面就拨通了电话。喂，爸，我是王鹏，你赶紧来一趟京海饭店。对，就是人民路这家，这里有个人看不起你，他还说京海的首富不过如此，爸你赶紧过来教训他。王鹏在电话里不断添油加醋，想要挑起我和他爹之间的矛盾。不过我也懒得解释，毕竟能教出这样的儿子，当爹的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既然方鹏觉得他爹能在京海只手遮天，那我倒要看看这个首富要怎么教训我。正好今天开会的名单里也有王建民的名字，只不过以他的社会地位来说，只能排在名单的最后一页。打完电话的王鹏立马又恢复了之前嚣张的模样，他说话脸都快翘到天上去了，用鼻孔对着我。沈重，本来我刚才是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但你偏偏要跟我硬刚。你当过兵又能怎么样？这里又不是在你的部队，这里可是京海，你现在跟我赔礼道歉还来得及，等会我爸来了，可一切都晚了。听完王鹏的话，哪怕我的脾气再好，也忍不住爆了句粗口：我当你妈！王鹏听到我骂他，撸起袖子想要冲上来干我，可我身边全是持枪的警卫员，他犹豫了半天，也只敢站在原地干瞪眼。这时方明国凑到我身旁，小声道：特派员同志，需不需要我跟市里面打个招呼？我目光注视着不远处疾驰而来的迈巴赫，眼睛慢慢眯了起来。不用，今天我就陪他们父子俩好好玩玩。王建民刚从车上下来，他就屁颠屁颠跑了过去。爸，就是这个人把我刚买的车给砸了。王建民只是朝我这边看了一眼，脸色就变了，他语气中充满了尊敬。不知这位小兄弟怎么称呼？我嘴角挂着淡淡笑意，我姓沈。王建民低头沉思许久，估计这会已经把京海市所有姓沈的大佬都过了一遍。可他并不知道，我本身就不是京海人。听我儿子说，就是你把他的车砸了。他眼神飘忽不定，看样子还在打探我的身份。我似笑非笑看着他，你儿子说的没错，就是我砸的。王建民没想到我回答如此干脆，愣了一下。小鹏他到底哪里得罪你了？一定要当人这么多人的面把他车给砸了吗？打人不打脸，这个道理沈先生不知道吗？好一个打人不打脸，这父子俩果然是亲生的，说起话来都是一套一套的。今天我不仅要打人，我还要打脸。我看了一眼站在他身后的王鹏，冷笑一声，这就得问问你儿子，他为什么要砸我的车了。还没等王建民开口，王鹏直接跳了出来，我砸了就砸了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别以为你认识几个当兵的就觉得自己多了不起，我爸还经常跟市里面的领导一起喝酒吃饭呢。我估计王建民听到儿子说出的这些话，都后悔过来了吧。王鹏，你可真是你爸的好大儿啊，摊上你这么个儿子，王家估计离破产不远了。果然，王建民狠狠瞪了自己儿子一眼，示意他把嘴闭上。沈先生，可否告诉我一下，你的车在哪儿？我抬手指向一下身后的红旗，喏，就是那辆。只可惜你儿子砸了20多分钟，愣是没砸坏。就在王建民看到车的一瞬间，整个人瞬间呆住。红旗 S9， 我看了一眼还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王鹏，差点没忍住笑出声来。王总果然好眼力，一眼就被你认出来了，不像你的儿子，砸了这么久
都还不知道这辆车姓什么。我一边说，一边注意着王建民的面部表情。王总现在觉得我砸你儿子的车，砸得对吗？王建民回过神看着我，眼里满是震惊。你刚才说你姓沈，难道就是那个下地方开会的军区特派员沈仲？我朝他打了个响指，恭喜你，猜对喽。作为奖励，我决定让你来处理这件事，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王建民痴痴望着我，嘴巴张得老大。王鹏这时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，拉着他爸的胳膊一顿摇：“爸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别不说话呀！特派员是什么玩意？不就是一个当兵的吗？比你都厉害吗？爸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白？”王建民缓了好一会，才顺过气：“沈先生，你开个价吧。”我抿了抿嘴唇。王总让我开价是什么意思？是想用钱来买通我吗？不瞒你说，我在军区待了这么久，见过不少硬茬，但还真没见过像你儿子这种目无王法的富二代。如果今天换作是普通人，王总是不是都不用亲自跑一趟，一个电话就能摆平？王建民浑身颤抖，根本不敢跟我对视。沈先生，今天的事的确是我儿子做的不对，我愿意做出补偿。您只要肯开口，我绝不还价。我王建民说到做到，还请沈先生念在跟我儿子同学一场的份上，饶恕他这一回。我冷眼看着这对父子俩，叹了口气：“哎，看来王总还是没有能理解我的意思啊。我让你处理，并不是让你赔钱，我就是想知道你准备怎么处理你的儿子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如果处理结果没能让我满意，那就别怪我亲自动手了。其实我这么做已经是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只是想王鹏一个教训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王鹏他竟然还不服气。爸，咱们王家不是京海首富吗？你不是经常在我面前说京海就没有你摆不平的事，怎么这回又怂了呀？你倒是告诉我，沈仲他到底是什么身份？连你都这么怕他？王鹏越说越激动，最后干脆当着众人的面大喊出来：“是啊，咱们同学群里沈仲从来都不说话，平时打电话也没人接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怎么就突然冒出来个什么特派员的身份？他到底是干嘛的呀？为什么就连咱们京海市首富都不得不在他面前低头？”听到自己儿子这番言论，王建民一脸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哎，你这个逆子，你要作死，别连累你老子我。特派员具体什么职位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一言一行代表着军方的态度。你之前砸得那辆红旗，我连给开门资格都没有，听懂了吗？王建民说的一点也没错。由于我的身份特殊，一般情况下不会在地方上露面，只是没想到，好不容易抽空参加个同学聚会，居然连车都被砸了。听到王建民的话，同学们看我的眼光从一开始的轻蔑变成了崇拜，特别是陈圆圆。就在我和王建民说话的功夫，他不止一次向我暗送秋波。我差点没忍住把晚饭给吐出来。行了行了，既然王总舍不得处理自己的儿子，那就由我亲自来吧。我走到王鹏面前，露出一丝冷笑：“你不是说京海是你的地盘吗？今天我就替京海除掉你这个毒瘤，蓄意损害军用物资，试图殴打军务人员，任意一条都足够让你把牢底坐穿。在最后看一眼外面的风景吧，以后你就看不到了。”我话音刚落，王鹏立马跪在我面前，痛哭流涕：“沈哥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”我微笑着摇了摇头：“王鹏，我已经给你过无数次机会了，你忘了吗？你把我关在包厢里是第一次，
你砸我车是第2次，你打电话找你爸是第3次。知道为什么吃饭的时候同学们都要巴结你吗？只不过因为你有个首富的爹，仅此而已。王建民亲眼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带上了军车，一言不发。他心里也非常清楚王鹏今天犯的错到底有多离谱，但凡他敢说一个不字，王家在京海将不复存在。就算是他有再多的钱，王鹏上的是军事法庭，请再好的律师也没用。处理完王鹏，我转身看向人群中的班长李哥。之前在包厢王鹏侮辱我的时候，只有你一个人站出来帮我说话。我沈重也不是无情无义的人，这次算是我个人欠你人情。如果以后你遇到什么困难，去军区找我，只要不违背条例，我都会竭尽全力帮你。说完，我扫了一眼站在一旁尴尬的不知所措的其他同学，你们好歹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，居然为了巴结一个富二代，对昔日的同学恶言相向。念在同学一场的份上，这次我就不处理你们了，下不为例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跟你们……话说到一半，我突然拉了个长音，不熟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